好了，同学们，我现在面前的是 OPPO 刚刚发布的最新折叠屏 OPPO Find N2，我们盲盒开箱，一个一个看。1、2、3，哎，它这还是一个联动结构，就是当我打开这个包装盒的时候，它会自然的把这个机器给携上来，是一枚67瓦的充电插头。这里有一个手机壳，是灰色素皮吗？这是给我剧透了是吗？我们来一起见证 OPPO Find N2 到底长什么样子。1、2、3，当当，哇，好轻啊！它是一个黑色素皮的材质，环形衫的设计在 OPPO Find N2 上得到了保留，好小啊！人生第一次。对于黑色的补充，素皮后盖是荔枝皮纹理，抗指纹能力拉满，3款中重量最轻。但黑色素皮如果有灰尘的话，会比另外2款更加明显。深灰色的金属边框一体性是最高的。我必须要说，黑色与白色之间，其实我纠结了很久啊，最终还是把黑色排在了第2位。这个我们就不看配件了啊，直接进入机器。当当，哦，这是。白色的磨砂玻璃是比较正常的磨砂玻璃，就不会很滑。然后它的这个镜头模组这个位置，你看也不是白色，类似于星光色。对于白色的补充，白色不是纯白，而是融入淡淡金色的星光奶白。对比 Find N 就一目了然了。和前代相比，这一代要更加温暖。在光线下呢，会有金色颗粒微微闪烁，后盖磨砂材质不会很滑，抗指纹能力出色。银色磨砂金属边框与暖白色后盖搭配，是3款配色里我最推荐的。那我们最后揭晓谜底啊！当当，哦，是绿色。这个绿色，今年这个厂商啊，他们变着法的出绿色，我都已经缺少形容词去形容了。这是什么绿啊？大家来帮我形容一下。对于绿色的补充，官方名字呢叫做松绿。这个绿色很高级，不浓艳，但是也不低调，时尚路线。我觉得选择绿色的同学一定有一颗时尚的心，有足够的自信，能够驾驭这款颜色，让它成为自己的一件首饰、一件装扮。选择这个颜色的同学不需要推荐，他们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在今天的评测正式开始之前，我先给此前不了解 Find N 系列的同学做一个大概介绍。这是一款非常小巧迷你的折叠屏，它在折叠状态下和 iPhone 13 mini 大小接近，相当于一个少年发福版的 mini。我把 mini 和14 Pro Max 和 Find N2 摆在一起，大家就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今天的评测呢，我会分成2个大的板块啊。第一个部分说硬件升级，第2个部分说软件优化。我们正式开始。硬件部分的第一个变化，外观改变，边框质感改了，从前代的圆润光亮变成了这一代的平面磨砂。为了提升手感，侧面呢还专门做了斜切倒角，这次铰链体积大幅减小。我给大家看一下，一眼望去 ，Find N 铰链还是相当强劲的，而 N2 铰链就像是拿那个刨子把铰链这样生生削平一样啊。外屏的3D 曲面玻璃变成了微曲面，那优点呢就是内容不会在曲面上显示有这种变形了，整个屏幕更加平整。这个部分我需要着重说一下，由于铰链变小，曲面铺平，所以正面也悄咪咪的发生改变啊。我对比一下 N 和 N2， 大家可以看一看 ，N2 在整体长宽尺寸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屏幕反而变大了，就是从前一代的5.49英寸增加到了5.54英寸。同样一条微博，一行能比此前多显示2个字，相应的它的纵向内容也可以收纳的更多。第2个改变也是这一代最重量的升级，就是降低重量。去年Find N 它的重量是279克，而这一代怒降了40克，好家伙！黑色素皮那个版本重量达到了236克，这个重量要比小米、华为折叠屏都更轻，降了40克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为了更加直观的展现，我豪掷70块钱怒买小青蛙尊享天平。我看了一下说明啊，说这个3岁以上都可以使用，从而保证了我们这一次测试的精准性。大家请看。Find N2 作为一款折叠屏，已经和刚刚发布的小米13 Pro 重量相同了，甚至要比 iPhone 14 Pro Max 还要更加轻巧。就是 iPhone 需要额外再增加上2个小青蛙，这个小青蛙是天屏包装里的佩戴的啊，配备2个小青蛙之后，两边重量才达到平衡。2个小青蛙呀，大家现在知道 Find N 的重量达到了怎样一个等级了吧？就是过年串亲戚的时候，你那个表哥问你，说你这个手机沉不沉啊？当时你就微微一笑，你说我这个手机比苹果那个轻2个小青蛙呀。You sing it for me. Never mind.
3个改变，厚度也有缩减，从前代的15.9毫米降低到这一代的14.48毫米，厚度减薄对于手感的提升，其实就是你单手握持的时候，这个拇指的活动范围会变得更大。不过我也必须要说明，和 Mix Fold 2以及 Mate XS2 相比，这款还是要略厚一些的。因为它小嘛，所以说元器件只能压缩在更有限的空间里。外观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质感变得更加精致，手感变得更加舒适，从之前的小胖子变成现在的虚胖。第4个改变，铰链。又到了我们折叠屏的保留环节啊！这一代折痕与前代有所改变，就是从前代折痕的更宽更浅，变成了这一代的更窄更深。OPPO 铰链依然支持多角度悬停，国产手机目前只有 OPPO 和 vivo 支持。第5个改变，屏幕。这一次屏幕可以说是补全了前一代的遗憾，外屏刷新率从前代的60赫兹提升到120赫兹，日常使用更加丝滑。其实丝滑倒是其次，主要是在你打开和关闭折叠屏的时候，你的眼睛不需要在2种刷新率里重新适应。OPPO 给主屏幕增加了防反光镀膜，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屏幕可以吸收掉更多的光线，避免你在那个黑边中看见自己举着手机傻乐的那个反光影子，从而增加电影的这种沉浸感。内屏和外屏也同时增加了原彩显示，在不同环境光线中，你也能获得像纸张一样的阅读观感。第6个改变其实是个降级，就是它取消了无线充电。我推测它是由于 Find N 因为机身矮胖，无线充电那个线圈太靠下了，导致无线充电本身体验并不好，索性这就取消了，以降低机身的厚度。以上6点就是我想和大家聊的6个在使用过程中你能够明显感知的硬件改变。那么接下来我再说一说软件优化。这一代 OPPO 在软件上主要在3个领域发力。第一个，强化悬停。我觉得 OPPO 很想把 Find N 打造成就是像任天堂 3DS 那样的掌机啊，就是上方呢它是一个显示屏，下方呢是一个操作屏，所以这一次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悬停空间。当我把手机这样微微弯曲并且停住不动的时候，手机就会自动进入一个悬停空间。它真的就是一个空间，上半部分会以卡片的形式展现支持上下分屏悬停操作的应用，比如说有相机、视频、音乐，还有一些健身软件。而下半部分呢，就像是一个悬空卡片的倒影，我觉得这个小特效做的挺细腻的，这真的有一种空间感存在。相机进入悬停之后，上半部分是取景框，下半部分是操作按钮，这个大家都熟悉。视频悬停之后，上半部分播放视频，下半部分呢是进度条、亮度调节、音量调节等等。另外，我是这一次才第一次使用音乐悬停。OPPO 说网易云音乐也适配了，但是我测试目前的版本呢，还不行。目前只有 OPPO 自带的音乐软件支持悬停，在展开状态下，左侧是音乐播放界面，右侧是歌词，我觉得这个小优化就很不错，很实用。而进入悬停状态之后，则变成下半部分呢是以黑胶碟的形式显示音乐封面，可以通过滑动黑胶碟去切换歌曲播放暂停。上半部分则是显示动态的歌词秀。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吐槽一下 OPPO 音乐的曲库，好家伙，全是老歌啊！这平均发布时间至少得有15年左右。我就想着我点一首新歌上榜吧，排名第一的赫然是一首《涛声依旧》，演唱者蔡明，就是今年已经61岁的著名小品演员蔡明老师。而且这首歌居然还是新歌上榜，我不服啊！我就查，我一查这歌是2022年9月26号发布的，它还真是新歌上榜。悬停软件中还增加了健身应用，大家在家里做瑜伽的时候，不需要手机支架，你就可以实现悬停，然后直接跟随教练的动作。OPPO 为什么要加入这样一个悬停空间呢？我的理解是，它要强化用户对于悬停的使用频率。很多同学想使用悬停操作，但是不知道哪些个应用支持这个功能，所以现在有的这样一个空间，把支持的应用都集中展现，方便大家快速查找。除了悬停空间，还增加了一个叫做帐篷模式。你悬停看视频的时候，如果担心这个桌面啊或者地面啊会划伤外屏，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手机调转过来，用外屏来看视频。哪个屏幕看不是看呢？而且我必须要说啊 ，N2 它采用了E6材质的屏幕，看视频通透明亮，细节丰富。软件上的第2个优化，应用适配。在这里我直奔主题啊，我必须先表扬一下小红书的开发者。这是折叠屏诞生4年以来，我认为在折叠屏这种分屏软件操作上
对于折叠或者说平板理解最好的一款应用。在此之前，我们所熟悉的单应用内平行视窗，比如说微博啊，或者说头条新闻啊，当我们点击这个微博或者标题，这个时候这个全文就在屏幕的右侧展开。它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点开的这一个瞬间，它的左右屏幕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它只是用更多的排版把这个屏幕排满了。但是小红书它的适配好在哪儿呢？它是把自己的一个一个信息流进行了平铺，它把我们日常小红书的这个逻辑，日常是上边是图片，然后下方是标题，它现在变成之后呢，它把图片集中放在的左侧，右侧展示文章和标题，然后图片呢，你可以在这里进行滑动。我觉得这个设计对折叠屏的理解非常的深，就是它在这个瞬间其实并没有去盲目的追求所谓的一个大屏幕显示更多的内容，而是它把一个大屏幕进行更合理的区分，从而让一个小手机变成一个像精美的小杂志一样。大家看到了吗？我觉得这给所有折叠屏平板开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显示的字数多并不是真正的多，有效的内容才是关键，而精美的排版更能够打动用户。Find N 特别讨巧的一点是，它和其他的折叠屏手机不同，它更像是一个画册一样横向展开，那3:4的图片就可以更高效的利用左侧屏幕，让界面变得更好看。除此之外 ，OPPO 还新增了分屏截图，就是当你处于平行视窗或者一屏双应用的时候，你可以分区域截图，左侧3指下滑就只截左侧画面，右侧3指下滑呢就只截右侧画面，中间3指下滑则是全屏截图。新增应用内联动解除，比如说在照片应用中，你右侧它新增了这样一个小按钮，大家看到了吗？我点击这个按钮，刚才的照片就从这个照片应用中解除联动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同时左右编辑2张不同的照片，你可以边修图，然后边对比，对吧？看看最后你到底要保留哪张，删哪张，然后哪张发到朋友圈。哎，我这手机里什么时候混进了这么多 OPPO 小姐姐的照片？这是挺奇怪的哈。不过这个功能我实际测试，目前只有几款第一方应用支持啊，像京东啊、淘宝啊这种电商购物最需要这个功能的，目前还没有进行适配。第3个优化，全新的手写笔 OPPO Pen。OPPO Pen 我估计应该是要单独购买的，因为它有一个单独包装啊。包装盒里除了手写笔，还有一个充电盒。这个充电盒你也可以当成是文具盒啊。它呢平时收纳笔也可以给手写笔充电，最多可以给手写笔充电2次。本身呢它是通过一个 USB-C 给它自己充电的。充电盒的磁吸触点正好和手写笔实体按键它2个按钮对齐，然后就能够进行供电了。笔的使用其实和大多数手写笔相同，备忘录里呢你可以切换不同笔触、不同颜色，然后单击手写笔上的实体按钮可以实现笔刷和橡皮之间的切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你把这个手机旋转竖过来，这样握持的时候更加舒适。据说 OPPO 还单独优化了钢笔的书写笔记，让手写变得更加好看。除了书写之外呢 ，OPPO 也增加了连按2下实体按键截屏批注，以及按1下实体按键实现相机快门的功能，配合Find N2自带的支架属性，出去玩自拍什么的就更加轻松了。好了，我总结一下Find N 系列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将小屏手机和折叠平板这2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结合到了一起。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你要大屏就不可能有轻巧握持，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核心就在于 OPPO 并没有追求绝对的大屏，而是追求刚刚好。正是这个刚刚好的理念之下，N 系列才有机会突出重围，打出差异化。在我看来，如果你选择 Find N2，不要想着什么干活，听着就枯燥无聊。这就是一本小书，就是一本精致的画册，就是一个小小的视频播放器。它的使命就是陪你打发时间，陪你享受生活，这才是这款设备的终极奥义。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